Hello，大家好，我是 DB。我最近为 Anti-Gravity 开发了一个很酷的小功能，录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做了什么。这是我们传统的 Anti-Gravity 的聊天窗口，在右侧我增加了一个悬浮按钮，点开以后就进入了设置面板。这个小功能的名字叫 Anti-Gravity Better， 然后它有两个选项卡，对，上面有一个中英文切换，这是语言切换。然后两个选项卡分别是外观和功能。先看外观，外观就是自定义颜色，这边是一个总开关是否启用，然后一共有5类颜色可以定制，分别是用户信息、AR 回复、代码块、操作状态和思考过程。然后在功能这儿有2个功能，一个是一键复制，我把一键复制做成了用户消息、思考过程和 IR 回复3块的一键复制。然后还有一个快捷键的修改，快捷键修改是发送消息的快捷键，它默认是回车，可以自定义为Command 加回车苹果， Control 加回车 Windows， Shift 加回车，这样来进行一些更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工作的样子。我来打开一个聊天窗口，这是一个普通的 Anti-Gravity 的聊天窗口，没有进行任何的定制。然后我们这边先来把自定义颜色打开，当当，可以看到后面的各种颜色都进行了更改。然后比如说这个是我输入内容的颜色，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调整，用户消息，比如说我们把它调整成一个紫色。好，然后它可以进行关闭和打开。然后这边的功能我们把一键复制打开，一键复制打开以后，像这儿就会有悬浮窗口，这里有，然后思考打开，思考这儿也有复制，然后用户的就是接着 AR 的回复这儿也有一个，然后接着是第3个功能，是关于那个自定义发送按键的，默认的发送的那个快捷键是回车，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增加了一个自定义功能，可以干涉它，把它改成别的。比如说我在苹果系统下，我用的就是 Command 加回车，这样定义了以后，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我输入1回车，2回车，然后真正的发送只有那个按住 Command 加回车它才会发送，是这样子。好的，这就是整个 demo 版的演示。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怎么下载和获得这个功能。首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 dprt.lab00.com， 在这里搜索 Anti， 然后找到这篇文章 Anti-Gravity AR 聊天窗口完美定制方案。打开这篇文章以后，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期视频操作环节涉及的所有内容在这个文章里你都可以找到。接下来你需要做的是打开第2部分的第1个链接 Anti-Gravity Better 在 GitHub 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以后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下载一个文件，在 app root 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 cp 开头的这个文件，对，你没看错，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如何给 table 定制颜色的一个文件，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就可以了。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所有使用 Anti-Gravity 的用户都不会有网络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就不上传到网盘了，大家直接去 GitHub 下载。好的，假设你已经下载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安装环节。我这边先以 Mac 来举例。首先打开 macOS 的 Application， 然后找到 Anti-Gravity， 右击选显示包内容。这时候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在第3部分会有一个 macOS 的链接。我们现在打开了这个 app 就到了这个地方，下面是 Contents 这些路径，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参考。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去做替换。这里，然后找到 Resource， 然后找到 app， 然后找到 Extensions， 然后找到 Anti-Gravity， 在这里就会找到这个文件。你默认是没有上面这个文件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文件给它重命名，比如说加一个像我一样加个 BK 或者什么，目的是保留旧文件。其实备份一下是个好习惯。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边这个文件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这里，进行替换。好，然后这时候你开启你的 Anti-Gravity 就可以看到这个悬浮窗口了。下面我来打开一个 Windows 的虚拟机，然后你安装好 Anti-Gravity 以后，在桌面会有快捷方式，选属性，点打开文件夹位置，然后这里你就能找到 Resource，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文章 ，Windows 这边有一个根目录，然后是 Resource， 你用右击的方式进入的就是安装的根目录，所以 Resource 在这儿 ，Resource 下面一定有 APP， 以此类推，找到这个文件进行替换就可以了。我猜你肯定觉得到这里这个视频就结束了，然而并没有，下面我们要讲怎么来做定制开发。首先我们先回到 GitHub 的页面， GitHub 的首页，这里有一个中英文切换，我们进入中文的一个介绍页面。来看第二段，什么是 Anti-Gravity Beta？ 这里的内容很长，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只要遵循这个方法，你可以在 Anti-Gravity 的聊天窗口里定制任意一个你想要的功能，就这么简单。然后需要实现这一步的步骤是什么呢？首先你需要把 Anti-Gravity Beta 这个给它克隆下来，比如说你把这个 ZIP 下载下来，然后像我一样在 Anti-Gravity 里加载这个项目。下面我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里的一些重要的文件。首先在 Agent 里面有两个文件很重要，第一个是 Basic Rule， 就是讲这个项目是什么，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说明这是一个开发项目。然后这边有一个 Worker， 这个 Worker 就是指开发这个 Run 页面的这个 Worker， 里面讲述了所有的规则和各种各样的内容。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文件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在这儿，这里有一个 vs run for html.md，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Visual Studio 运行的时候，像我这个窗口里产生的这些 HTML 内容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功能需要对应修改的这个 Web 应用的源码是什么。我提供了一个 demo 在这里，基本上所有常见的功能在这里都有，当然如果没有，你可以自己抓包然后把东西贴进来。然后还有一个文件夹需要说一下，就是在这儿叫 app-root， 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修改的这个文件，等于说你所有的修改都在这个文件里，你替换也只是替换这一个文件。下面我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怎么来开发一个功能基于这个项目。我先把我写的提示词复制过来。首先这是我的提示词在这里，然后它的内容是最上面是一个介绍，是对已存在的定制的颜色部分进行扩展，为 AR 返回的表格部分添加新的自定义颜色选项。然后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信息，第一个是一个规则，是遵守现有的架构和设计规则。然后接下来是第二点，第二点说的是这里是你需要修改的文件和已完成的功能，所以你需要在最前方按住一个输入键全选，然后把这一部分代码贴进来。然后在这第三行是说这是运行时的 HTML，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部分内容把它贴进来，等于给了它两个指示。其实这个可以用 Scale 或者一些写到 Workflow 里都可以，我只是为了演示，所以我把它做的比较详细一点。然后这时候你点发送，它就会去执行一个相关的操作，它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去怎么样，我这里就不动了，我给它停掉就好了。然后这边是 sort 的过程。好，这就是定制。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针对这一个聊天窗口，按照 Web 开发的理念去定制所有你想要定制的东西。好，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定制的那一点，回到我们的 GitHub 的页面上，我们讲的是什么？这句话，我们铺设好了高速公路，你想开什么车都可以。我们定制好了规则，你只需要让你的想法通过 AR 来做实现，你想要它做什么都可以。这才是这期视频最重要的意义。好的，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环节。首先是一个感谢，感谢我们频道的这位叫道 if 的这个观众，他在1月13日给我发了这么一个信息，他投稿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 Anti-Gravity Table 主题修改的那期视频的思路基础上，他做了一个一键复制，这是极大程度的启发到了我。这是他的GitHub 的页面，
然后它做的功能其实和我们做的很像，但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别是在这里。我打开它的预览页面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明白了。它的功能的就是开启状态是在安装环节，我们的功能开启状态是在项目运行中可以灵活的通过这个开关来做开启与否。所以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这个在项目中自由的去定义去切换会更灵活一点。当然在功能上，如果你喜欢这种模式，我推荐你来试试道ifs它做的这个 anti-power。然后我们回到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修改这个 CP 这个文件呢？首先我在最初阶段尝试的是做一个 VSRX 的插件形式，但是非常的不顺利。VS Code 有很多的安全保护，然后这个聊天窗口是通过 rFrame 的形式挂载进来的，所以想能够灵活的对这个聊天窗口进行一些功能定制，在 VS Code 层面，就是在 VS Code 的插件层面也涉及到文件的替换。那当时我就在想，既然它都要做文件替换，我们为什么不绕过 VS Code 的安全设置，直接在之外直接替换一个文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当前这个直接修改 CP 的问题，CP 的这么一个想法。当然如果有经验的用户可能会想，这样做会显得这个文件很臃肿。没错，你想的没错，但是有一个点我想提醒的是，这只是一个本地项目，它即使发展到1兆2兆又能怎么样呢？它是本地加载，你的磁盘很快，对不对？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官方在这个文件里，它的默认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是挂载了这么一个窗口进来，把你想定制的功能定制进来，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功能，欢迎大家来提 PR， 我这边会来做继续的更新。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Anti-Gravity Beta 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我提供的这一套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实现每个人心中的想法，然后能够做到自定义你的 Anti-Gravity 聊天面板，你的 IDE 你做主。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谢谢。